上传 YouTube 影片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步骤，你需要重视每一个环节，才能够保证你的影片正确上传到了 YouTube 的平台上，并且获得更多流量。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带你和我一起上传一部 YouTube 影片，我会展示给你我是如何上传一部 YouTube 影片的，并且会告诉你我是如何安排影片发布时间的，相信对你一定非常有帮助。另外，我把上传影片的步骤整理成了一份影片上的清单，里面会提供更多详细的细节供你参考。如果你需要这份清单，可以通过评论区链接去免费的下载。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是 Grayson。如果想透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现在我就来到我 YouTube 工作室，我需要点击右边的创建，在这里有个上传影片的选项，然后就可以拖入我的影片文件。像我的影片在上传还需要1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的描述栏里面已经提前预设好了很多的信息，在我每次上传影片的时候，这些信息都会直接出现在描述栏里面，不需要我再重新填写。例如有我个人服务的信息，还有一些我推荐的使用工具，还有我的免费资源，还有我的合作信息，还有我推荐的其他影片等等。这个设置非常方便。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描述栏里面信息是重复的，我们只需要填写一次就够了。这样会告诉大家如何预设这些描述栏的信息。首先你还是需要来到 YouTube 工作室，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设置，在这里找到默认上传设置，这边就会提供描述栏，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一些你预设的信息，你每一部影片都会不断重复的信息。当你写好之后，你的每一部影片上传的时候都会直接出现这样的信息，非常的方便。然后这里大家需要把公开范围设置成思想，这样就不会导致你影片在上传完之后就直接公开。你可以安排你影片发布的时间，然后这里就会让你提前预设好一些标签。一般我都不会提前预设好一些标签，我会在上传每一部影片的时候，根据每一部影片的情况再输入标签。在等待影片上传的时候，我们可以输入一些描述栏的信息。例如我可以介绍我的这部影片主要是讲什么内容的，例如现在我就在描述栏里面添加一些我影片的基本信息。我会主要强调我的这部影片是讲关于4000小时观看时长的，这样当有人搜索4000小时观看时长相关的关键词的时候，我的影片就会有几率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然后我会添加影片的时间轴。添加时间轴的好处就是你能够方便观众知道这部影片主要有哪些内容，能够方便让他们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有可能你的影片的前面几个点观众不感兴趣，但是之后的几个点大家感兴趣，所以有些观众就能够跳过前面几个点，直接观看之后的影片，这样就可以避免观众在看到不感兴趣内容的时候就直接离开你的影片，你还是能够留住观众，让他们观看一部分的影片。在添加影片时间轴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你要从0.00开始，这样的时间轴才是有效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传我们影片的缩图，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你影片的缩图的比例为16:9，最好是1280像素乘以720像素。然后你缩图文件的大小必须不能够超过2MB，然后缩图格式必须是 JPG、PNG 或者是 GIF 文件格式。最后就是确保你的缩图遵守了 YouTube 的设计准则。像我就上传了我 YouTube 影片的缩图，接下来就是添加播放列表。播放列表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能够让观众快速发现他们想要的内容。如果观众发现了一个他们感兴趣的播放列表，他们不只会看一部影片，他们有可能还会看很多部影片，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增加很多影片观看量，还有很多的观看时长。所以大家都需要重视播放列表这个功能。我频道里面有很多播放列表，今天这期影片我准备把它放到这个播放列表里面。YouTube 新手频道运营方法的播放列表，选中之后我们选择完成。如果你发现没有合适的播放列表，你想创建一个新的播放列表，你可以点击这里新建播放列表。在我选择好之后，我选择完成。接下来就会审核你的影片是否是为儿童打造的。我这部影片明显不是为儿童打造的，所以我选择否。如果你影片是为儿童打造的，你就选择是。这个选项非常重要。如果你影片是为儿童打造的，你一定要选择是。儿童的影片内容就会有更多限制，像是会关闭评论区，然后广告会有一些限制，这个设置非常重要。如果你影片就是为儿童打造的，一定要选择是，不要想着欺骗 YouTube， 如果 YouTube 发现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接下来就是选择你的影片是否有付费宣传内容。如果你影片是有关于一些品牌赞助，或者你接受了一些厂家产品去帮助他们宣传，你就要在这里选择是。如果影片里面没有付费宣传内容，你就不用选择。接下来就是自动划分章节。你可以勾选这个选项，让 YouTube 自动帮你划分章节，但是我已经手动划分好章节，所以我就不用选择这一项。接下来就是输入标签，你可以输入一些和这部影片相关的标签，例如现在就添加了一些标签。如果你会安装 ToolBuddy， 在这底下也会提供给你一些相关的标签，你可以选择里面的一些标签，接下来就会让你选择你影片的语言，例如我选择是中文繁体，然后不需要字幕认证，底下就会有录制影片的日期还有地点。
通常这个选项我都不会选择，接下来就会让你选择你影片发布的许可还有分发范围。一般大家都需要选择标准的 YouTube 许可，然后会有2个选项，允许嵌入。允许嵌入就是允许其他人在他们网站里面嵌入你的影片，然后就是发布你的影片到订阅内容，并且通知订阅者。接下来就是允许其他人对你的内容采样。如果你勾选这个选项，就代表你允许其他人用你影片的片段去做他们的 YouTube Shorts。当他们使用了你片段之后，也会标明你是原创的作者。最后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影片的类别，这里面会有很多类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频道类别来进行选择。然后你可以选择评论还有评分，你可以选择评论公开范围，你可以选择允许所有的评论，可能还有不当内容的评论需要经过审核才能够发布，或者是说你选择所有的评论都需要经过审核才能够发布。你也可以选择禁止所有的评论发表。你可以选择是否显示有多少人点赞或者踩了这个影片。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影片已经上传成功了，正在处理高清的版本。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继续。如果你频道开通了广告收录，这里就会让你选择创收选项。我可以选择这个选项，选择开启，选择完成。这就代表我的这部影片已经开通了广告，如果有人观看这个影片，我就会得到广告收入。因为我这部影片是高于8分钟的，所以我有资格在影片的中间插入广告。这里就会展示给你5种广告类型，你可以选择特定的广告类型，但是一般我都是全部让他们选择。然后我可以选择这里管理插播广告，在这里我就可以在我影片里面添加广告。很多人会疑惑，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时间点插入影片的广告。他们既不想因为影片的广告而影响观众的观体验，同时也想获得更多广告收入。所以这里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观察同领域的频道，他们在影片里面是什么时候加入广告的。不同频道类型，观众对于广告的承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像是 Vlog 频道，即使每3分钟出现一个广告，观众也是愿意观看的。而对于像我这样的频道，我一般会在4到5分钟插入一个广告，这样是观众能够接受程度。所以大家就需要观察，去发现适合自己的广告插入时间点。像我就需要在影片的中间插入广告，我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点，一般我会在4到5分钟之间插入一个广告。所以我先来到4到5分钟，然后我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点，是我说完了一段信息，过渡到另外一个信息的节点。如果想更加细节，你可以点击这里放大镜的标志，你可以放大时间点。对，我准备在这里插入广告，原因就是因为我刚好说完一个信息，准备过渡到另外一个信息，所以如果这里出现了广告，并不会很大的影响观众的观体验。我点击这里增加广告节点，然后第2个广告我选择添加这里，选择这里添加广告节点。添加完之后，我选择这里继续，然后我们再选择继续。接下来就会让你选择你的影片是否适合投放广告，这里会有一些选项供你选择。例如会让你选择你影片是否有包含一些不当用语，然后你可以根据这里面的选项进行选择。如果你没有就不用选。然后会让你选择是否有成人内容、有暴力的内容、有骇文听闻的内容，或者是包含一些有害或者危险的行为，这些都需要让你选择。如果你觉得所有的选项你都没有，你就可以直接来到最下面选择这个选项，以上都没有，然后点击这里提交分级结果，然后选择继续。最后就会让你添加影片的元素，可以让你添加影片的字幕。如果你想添加，你可以点击这里添加，然后可以点击这里上传文件，选择包含时间。像我就手动的添加了影片的字幕，然后选择完成。然后你还需要添加片尾的画面，添加片尾画面非常重要。YouTube 目标就是让观众停留在 YouTube 平台上越久越好，所以如果你能够好好利用片尾画面，就能够让观众从一部影片导流到另外一部影片，继续观看更多部的影片，继续停留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这非常有利于 YouTube 上的推荐的。所以我在这里选择添加。这里面有添加元素选项，可以让你添加影片、添加播放列表、添加订阅选项，或者添加其他频道。最后就是你可以添加链接。一般来说，在片尾画面出现的时候，我会行动呼吁让他们观看另外一部影片。例如这部影片，我就会让观众继续观看如何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所以在添加元素的时候，我选择添加一部影片，然后选择特定的影片，然后我选择这部从0到1000订阅你不知道的技巧，然后可以调整它出现的时间。我希望它在这个时候才出现，然后会移动它的位置，然后会继续添加一个元素，我会添加另外一部影片。一般这部影片我会选择最契合观众兴趣的影片，然后移动它的位置，同样的调整它出现的时间点，然后会添加第3个元素，就是订阅的元素。观众可以点击这个订阅元素订阅我的频道，也是调整它出现的时间点。我们可以来观看一下。那具体知道如何达到1000个订阅人数，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我行动呼吁的时候，我的片尾画面也同时出现了。然后我选择保存，接下来就是添加卡片的选项。一
有很多观众都好奇，有时候在我影片里面会看到右上角会出现一些卡片，当他们点击之后就会观看另外一部影片。其实这个就是添加卡片的功能，你可以推荐一些影片让观众进行观看。像我想要添加卡片，我选择这里添加，你可以选择一些时间点，一般我会在影片的后半段添加一些卡片。你可以添加影片，添加播放列表，你可以添加频道，添加链接。一般我都是添加影片，你可以添加一些想要的影片。像我添加完了卡片，我选了保存，然后选了继续，这里面就出现检查的选项，就会告诉你你这部影片没有版权的问题，并且这部影片也是适合投放广告的，然后你可以选择继续。现在这里就会让你选择你公开的范围，我建议大家选择是思想，如果你选择不公开列出，你就没有办法安排影片发布的时间。然后选择保存，然后你需要来到你 YouTube 工作室，选择内容选项，在这里你还需要做一些操作。首先点击详细的信息，然后这里设置公开的范围，你选择安排时间，例如我都会选择在我时区里面上午7点半发布影片，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设为首映，我一般不设为首映，然后选择完成，然后这里选择保存。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影片在什么时候发布会获得更多流量，你可以来到 YouTube 工作室，选择数据分析，然后这里选择观众选项，在这里面就会有一个表让你知道你的观看者何时使用 YouTube， 颜色越深的紫色就代表观众越活跃。例如大家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在这个时间段我的观众是最活跃的，而这个时间段就是上午的7点到上午的9点，所以我就选择上午7点半发布我的影片。因为我还准备了英文字幕，所以我需要再上传英文的字幕。我点击这里字幕选项，这里选择添加语言，这里面我找到英语，然后选择这里添加字幕，选择上传文件，选择包含时间，像我就上传好了英文的字幕。我点击这里发布，这里面就会显示我的这部影片有2种字幕，一个是中文繁体，还有一个是英语。相信有很多 YouTuber 在刚开始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都会觉得上传一部 YouTube 影片需要有很多步骤，有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所以希望通过这期影片能够让大家直观的看到我是如何上传一部 YouTube 影片的。但是也不要忘了去领取那份影片上的清单，里面会有更多细节。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教程，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可以关注我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有很多进入 YouTube 频道使用工具。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